经济衰退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现象，它在全球经济历史中屡见不鲜。从大萧条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衰退都给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经济衰退通常由一系列复杂因素引起，包括金融市场的过热、资产价格泡沫、过度借贷、政策失误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显著下降。经济衰退的影响深远而广泛。首先，它直接导致失业率上升。随着企业收入下降，许多公司被迫裁员或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其次，经济衰退会降低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由于收入减少和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倾向于减少开支，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滑。此外，经济衰退还会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产生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同时为刺激经济不得不增加支出，这常常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一个典型的经济衰退例子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但很快蔓延到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崩溃，全球股市暴跌，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显著下降。为应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息、量化宽松、财政刺激计划等。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衰退。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经济衰退。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初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期，被称为失去的10年。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因国家情况而异。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和中央银行的干预。相比之下，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采取了更加审慎的财政政策，并长期维持低利率。经济衰退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有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经济衰退促使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改善经济基础并提高未来的增长潜力。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加强了金融监管，改革了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时，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2008年，美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危机源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随后迅速蔓延到金融领域，最终波及整个经济体系。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堪忧，股市急剧下跌，许多金融机构面临崩溃。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导致了大量的贷款违约和房屋被收回。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企业投资减少，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美联储迅速降低利率，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经济活动。其次，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对受影响行业的支持。例如，汽车行业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支持，避免了更多的失业。此外，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控制。这包括了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改善风险管理，以及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毫无争议的，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但也引发了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辩论。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政府的救助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它们避免了经济更进一步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有声音指出，这些措施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在冒险行为上更加放纵。经济衰退期间，美国的就业市场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经历了大量的裁员。失业率的上升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复苏，也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压力。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的经济最终开始复苏。
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恢复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失业率开始下降，企业盈利情况改善，股市也逐渐回升。总的来说，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反映了在面临经济衰退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角色和作用。这些措施不仅是对当时危机的应对，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今天，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应对经济衰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实施了一系列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政策之后，美国经济开始经历一系列显著的转变。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经济的复苏上，也反映在经济结构和政策制定方面的长远调整。首先，经济的复苏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虽然金融市场在政府的干预下逐渐稳定，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失业率虽然逐步下降，但就业市场的完全恢复却花了数年时间。此外，由于前期救市措施导致的高额政府债务，美国政府在后续几年面临着财政紧缩的压力。其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例如通过实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Dodd-Frank Act， 提高了对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旨在降低系统性风险，并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欺诈和滥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伤害。这些措施虽然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但也为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提供了保障。另外，美国经济结构也在这场危机之后开始调整。危机暴露了对某些行业过度依赖的风险，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政府和私营部门开始更多地关注创新和技术发展，例如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被认为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键。同时，经济衰退和随后的复苏过程中，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许多美国家庭开始减少债务，提高储蓄率，更加谨慎地进行消费和投资。企业方面更加重视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同时也加大了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在国际层面，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为了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 G20 等国际机构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综上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从短期的救市措施到长期的结构调整，从金融监管的加强到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改变，这些都是对危机的直接回应。虽然这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它也促使美国在经济、金融和政策上进行了重要的反思和调整。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国家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采取的政策，不仅对其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经济复苏策略以及国际经济合作方面。首先，美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做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改革。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认识到了强化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例如，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监管法规，加强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同时提高了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其次，美国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参考模式。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采取了类似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些措施通常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减税和提供金融救助等。例如，中国在2008年后实施了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项目，有效地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恢复。除此之外，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积极推动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挑战，
美国与其他国家加强了在 G20 等国际平台上的合作，共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稳定全球金融市场。这种国际合作不仅有助于解决跨国界的经济问题，也加强了各国间在经济政策上的沟通和协作。同时，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启发了其他国家在处理自身经济问题时的思考。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经济的平衡增长，加强内需驱动，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此外，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也促使各国思考如何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最后，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些经验不仅包括如何在危机中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包括如何在危机后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长期增长战略的规划。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和行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习，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综上所述，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对其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在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应对类似经济挑战的参考和启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互相学习和合作，对于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